情深缘浅。哈哈哈哈！公主八哥万事如意，公主八哥福寿安康。我也祝八哥事事顺风。多谢多谢，坐。李福在。谁在放鞭炮？是小主在。我说过，今年谁都不许放鞭炮，快去阻止他。这。我说八哥，你也不必太过紧张，在自己屋里放，谁知道呢？九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就是知道又能怎样？既然皇阿玛生前不念父子情，九弟，我就是要说。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想想皇阿玛生前是怎么对待你的，他有把你当儿子看待吗？不要说了。九哥，除了关乎孝义之外，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惹来四哥口实，怕他有机会再对付我们。我还有些事要告诉你们。说吧。去书房说。德妃娘娘果然是个明事理的人啊，可以在你面前对老四如此的不留情面，也算是给你报了一箭之仇啊。只可恨我当时不在场，没能看见老四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啊。九弟十弟，别笑了。为什么不笑？八哥，这可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条好消息，我们大家都应该开心才是嘛。就是啊，老四已经把额林额五马分尸，意味着他已经猜到谁在背后散布谣言。八哥说的有道理，四哥他还没有进一步行动，不代表他就会放过散布谣言的人。以后我们更要步步为营了。哼，他就是知道又怎样？他要是能对付我们，早就对付了。难道你以为他还会给我们机会吗？他老谋深算，行事从来不着痕迹，可能已暗中部署也说不定。八哥，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既然他知道当年是我们设的局，又没有对付我们，只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呢，真的是他天良未泯。哼，别做梦了。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的势力还在，所以他才不敢正面和我们对抗。八哥，既然人家这么瞧得起我们，为什么你反而放弃这一切？九哥，八哥他心里自有分寸。老四果然如他所料，是我的死敌。姑姑，哦，乖乖，慢着点。谢谢姑姑，姑姑最好了。姑姑，皇上要见您。皇上启下。起了吧，王爷，怕是你自己跟他说吧。若兰要见你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求回来！二小姐。不要再哭了，若兰如今只是放心不下你，不要再让她担心。
姐姐，我是在做梦吗？不是。刚才我梦见额娘了。额娘说什么了？额娘只是笑，笑得极美。她生前就是常常这样笑的。是极美。你又开始在胡说。额娘去的时候，你才出生没多久，怎么还会记得她的容貌呢？额娘又不会偏心，你能梦到，我自然也能梦到。过来陪我躺一下好吗？我有好多话跟你说。我知道，我很快就能见到额娘了。姐姐，你还记得西北的戈壁吗？记得。怎么可能忘得了？我一直不喜欢北京城，一点都不喜欢。可是我每次闭上眼，就能看到西北的茫茫戈壁，在阳光下泛着荧光的雪山融水，还有长长的洪流，经常划破裙子的骆驼刺，还有吃着难吃却又总想吃的沙枣。是啊，闻着那香味扑鼻的味道，忍不住想吃，可一放进嘴里就后悔，腻在嘴里，什么味道都没有。我还想念那边的葡萄。北京的葡萄也能算葡萄啊，皮厚不说，还不够甜。就是，我们那边的葡萄，往嘴里一丢，轻轻一抿，只是满嘴的甘甜，皮儿早就化了。现在其实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很快就能见到额娘，还有青山了。青山，姐姐的心上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不愿教我骑马，她嫌我娇气。要不是因为我的身份，他早就不要我这个徒弟了。姐姐爱哭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啊，额娘走得早，我从小很好强，从不愿示弱于人。可不知为什么，看到他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我笨手笨脚的骑马，眼泪就忍也忍不住，只觉得满腹的委屈。那后来，他肯定不会再嘲笑姐姐了。他有哪天不笑我的？他是喝市井之水长大的。背赖不惑，
不过读了些书，所以讲话一点都不扰人。粗有粗的说法，雅有雅的说法，他总可以挑出一点毛病来。姐姐不生气吗？生啊！可是他跟我说，他就是喜欢看我生气的样子。他说我这样子才活色生香，像个年轻女孩子。他说我一直都规规矩矩的，像个精致的木偶一样。姐姐，你先睡一会儿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这几年心里好多东西说了出来就舒坦好多。我在这儿一直陪着你，等你睡醒了，我们接着说。二小姐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，奴才熬了些粥。等一下夫人醒来，还有二小姐照顾，要是不吃东西，哪有力气照顾呢？好吧，姐姐一醒，你就要叫我。二小姐放心，已经吩咐了。10夜吉祥，14夜吉祥，10夜吉祥，14夜吉祥。起来吧。奴才告退。若曦，我后天要去卡尔喀，这一去，怕是要1年半载的。我是来道个别的。为什么？是皇上的旨意吧？若曦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你这样不明不白地跟着他，算怎么回事？他如果要你，就该册封；他如果不要你，就该放你出宫。可你现在算什么呢？说你是宫女吧，可听说高无庸在你面前都只有低头回话的份儿。可说你是主子吧，可这又算哪门子的主子？我永远都不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女人最看重的是名分，你却不上心。14弟，你就别再说了，你嫌他心里还不够苦吗？先吃点东西吧。九哥上个月被派往西宁驻守，师哥后日也要去蒙古了。我估摸着下一个就是我吧，也不知道他把我安排在哪儿，他才安心。若曦，你想过要出宫吗？14弟，这不是他想与不想的问题，不只是他，就是我们。现在又有什么是想与不想就能去做与不做的呢？不过若曦啊，我现在还是很想知道，你自己的心里究竟是想还是不想？我不知道，有时候想，
有时候又割舍不下。我看你是舍不得他吧？二小姐，夫人醒了。若曦，你还记得当年在浣衣局我对你说的话吗？算了，你去吧。姐姐，怎么不躺着呢？你来了，你说戴哪个好看？这根好，跟耳坠子相配。这耳坠子是青山送我的，如果我戴着的话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是啊，一定很高兴。夫人想穿哪套衣裳？那套湖水绿的旗装。姐姐，你累了吧？先休息会儿。啊，还有鹿皮靴子。坐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吗？姐姐，夫人，姐姐，姐姐，夫人，姐姐，姐姐，我最喜欢夕阳西下的时候。究竟什么事啊？求
求王爷休了姐姐。是若兰的意思。册封跟废除福晋都是要皇上下旨，哪能说修就修啊？皇上那边我会去求的，但此时进宫还有好长一段时间，只求王爷先答应。姐姐在府里已经困了一辈子，如今只担心自己即便是做了鬼也不得自由。你一直都知道姐姐的心不在你身上，他们阴阳相隔20多年，求王爷放姐姐自由，可以让她安心的去找自个儿的心上人。若曦，起来好好说话。皇子修福晋非同小可，一定要皇上准许的，不然会被议罪的。哼，议罪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真要有心定罪，即使什么也不做，那也是罪。八嫂，八嫂，你就成全若兰吧。拿去吧。谢父亲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不过是为了自己。我一辈子希望和你姐姐较劲儿，却不料她从未上过心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竟和自己想象中的人斗了一辈子。我不想再和他到地下去争了。他要走，我求之不得，我满心欢愉地相送。早年奉旨娶马尔代氏为妻，妻妻过门之后，多年无所成，正合其处之调，历次修书，
娉婷改嫁，并无异言。这是八爷亲自写的吗？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，难道若曦还敢骗姐姐吗？悲伤无法上演。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青山，由不得我你看见了吗？我再也不是爱新觉罗这家的条人路了。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我想跟你一起去看我们一起种的那株红柳，还有再喝几口雪山的融水。我们骑马去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三寸日光。那天当时我爱过你的地方。爷，你心里痛，臣妾也跟着你痛。臣妾知道自己在爷心中没有若兰的位置，但是臣妾对爷永远不离不弃，全心全意。爷要哭，臣妾也跟着爷哭。爷伤心，臣妾也跟着爷伤心。爷绝对不是孤独的一个。爷，一切都该放下了。若曦，我能答应你的事情都答应了，可这件事情绝对不行。我已经将你姐姐从皇室宗谱中除名，准许福灵回西北安葬，就是对你阿玛都传了口谕，命他将你姐姐和常青山秘密合葬。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送姐姐回去呢？这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因为我怕你去了西北，就再不肯回来了。我知道你跟你姐姐一样，你们都不喜欢紫禁城。我怕你回到那片你做梦都想的地方之后，你的心就回不来了。
若曦，你相信我，你阿玛跟你弟弟一定会把事情办妥的。我让他们穿扇了。巧慧可好？有13弟在，你放120可行吧？我当然知道，13爷会在府中安置妥当巧慧。可我担心巧慧的心情，她和姐姐一块长大，相依相伴多年。姐姐一走，她一下子落了单。大爷府没有道理再来，失去亲人，又突然到陌生的13爷府，伤痛和彷徨，只怕非外人能体会。好多了。哼，黄伯伯这几日都不肯让我见姑姑，说姑姑心里难受，要休息。可姑姑一见到我就笑了。姑姑见到陈欢是不是不难过啦？看到陈欢就不难过了。哼，黄伯伯听见了没有？以后不能不让我见姑姑啦。好，来。我们来玩猜拳好吗？好啊。石头剪刀布。什么呀？石头剪刀布。若曦，人生难得遇上真爱，你要珍惜眼前人，把握自己的幸福，否则幸福溜走的话，后会莫及。姐姐，作者看完了。我想要你。你不用担心，总得让你心甘情愿才行。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要坦诚相待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怎么样你才不会拒绝？从你住进养心殿开始，我就感觉到你对我既亲近又抗拒的，所以我迟迟未敢要你。可你知道吗？当我看到
你和陈欢笑脸相对的时候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我想要你为我生儿女，我想看见你们一起大笑的样子，那才是我心底最大的幸福。我知道很多事情不能用对错来衡量，可是我抗拒，是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结局。我要当皇后。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。皇后自幼与我结发，这么多年来，她从没有做过逾矩的事情。更何况，早年孩子夭折，她至今膝下无子，我不能再伤她。那你不能再找年妃。你真的要这样刁难我吗？是因为年羹尧。即便是年妃自身，她并没有错。那你能答应我什么呢？有时候我自己问自己，我到底拥有什么？13弟为了我被幽禁了10年，当年的他一人只身能打虎，现在却落得一身伤病。年纪比我轻，身子却比我差。你也不比他好。有些时候，这些事情我都不敢去细想，因为我真的害怕。如今我拥有了整个天下，可这些你根本就不看重。我唯一能给你的，是我的心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到现在我还不册封你？我就是想时时能够看到你。一旦有了封号，就要逐回自己宫中。我想见你，还得翻牌子。可如今这样，我却可以天天看到你，你明白吗？你还想拒绝我吗？这些孩子们玩得可真开心呢。是，现在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。等长大了，教上各种规矩，烦恼也就多了。都说什么呢？教什么规矩？你们平常都教他什么了？也没教什么呀，不过唱唱歌，讲讲故事。我可得好好问问陈欢，只怕你跟他说的故事，总不会是孔融让梨、司马光砸缸那么简单吧？皇上，高公公刚才来报说，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等有要事相奏，现在在养心殿候着。知道了，那我先去了。
你把陈欢接回去吧。等过些日子，父女相熟了，自然就亲热了。不必了，我怕即使把他接回去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对了，我听说你还在为皇兄让14弟去遵化守皇陵的事情而心里不安。其实也许对14弟来说并非坏事。你真这样觉得？我甚至宁愿跟他互换一下。皇兄留他去遵化守陵，只是不准他随意走动，并非幽禁。衣食住行虽不能跟京里相比，但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可他壮志未酬，从统领千军驰骋西北的大将军王，到看守陵墓的闲人，心中悲郁，绝非遵化秀丽风光能消解。皇兄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情，特别是跟八哥、十哥有关的，就是不想让你费心。听皇兄说，你如今每日吃药调理，若再为这些事情伤神，那皇兄的一片苦心，岂不都白费了？再说，毕竟都是兄弟，好好歹歹，最坏也是幽禁而已。我明白。如今太后为了14弟的事情，一句话都不跟皇兄说，也不许别人叫她为太后。如今病势沉重，心里却一直挂记的都是14弟。可皇兄如今又在推行新政，反对的声浪本来就大，全靠强硬的态度推行。若要是14弟留在京中，你也知道他那脾气，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兄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能跟皇兄对着干。你让天子的威严何在？让众臣如何服从？若再被有心人挑拨利用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若曦，有些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，放手吧。皇上，朝上大臣们的不满，臣已相继和他们面议，把他们压住了。皇城边疆也托皇上洪福，不再看到任何异动。燕亲王那边如何？臣已派人暗中监察。好。皇上，立太皇太后一事，怕是不能再拖了。皇上迟迟不封德妃为太皇太后，确实引来朝臣非议。皇额娘自从先祖爷驾崩，一直抱病，朕已经跟他提过很多次，他却一直借此推脱。皇上，此事已成为一众大臣口实，暗中指皇上名不正言不顺，就连德妃娘娘也不承认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德妃娘娘病情告急，怕是不行了。停在这里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。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由不得我拒绝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，等不及回头欣赏，木兰香遮不住伤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
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3寸日光。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，借不到的3寸